谢谢。谢谢。还好只是脚踝骨折，放心，很快就会复原的。到底是谁把我推下天桥的？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啊？我才回国一阵子，没跟什么人接触，不可能会得罪人啊。怎么会是你开门呢？他不做了，新的女佣下个星期才会来。瑞在楼上睡觉，我去叫她下来，她看到你一定很开心的。不用了，婉然从天桥上被人推了下来，现在人还在医院。你认为是我做的？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惦记我们母子，没想到你是为了那个女人才过来质问我。吴仁心，我虽然很在乎你，可是我还不至于为了你而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你太高估你自己了。我们同床那么多年，我是不是心狠手辣的女人，你到现在还不清楚？我以为你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没想到你说走就走，这个家你说不要就不要。对不起，是我冒犯了你。你听你亲口说不是你做的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我真的不想在法庭上见到你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女佣会辞职不干？因为她跟你一样，受不了我们的孩子跑掉了。你好，我叫张天亮，我是一名律师，我会代表你出庭。你没搞错吧？是你太太委托我的。我太太，她委托你？我们怎么有钱找律师呢？钱方面你先不用担心。你知道你会被控什么罪吗？哎呀，只不过是2罐奶粉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根据记录，你曾经坐过牢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我需要你跟我合作，我可以帮你求情，希望可以获得轻判。喂，你真的确定你要无偿帮他？你要想清楚啊！律师的时间就是金钱，你做的不是无本生意，就算坐在这里，你也要还租金、水电费，还有 Ben 的薪水。反正闲着是闲着，就当做好事。离婚案接不接？我手上有几个，分一些给你，我也可以偷偷起。千万别来，不说不做。你不要害我，我也不要害人。你真的是跟钱过意不去啊？错，是钱跟我有仇。我不是吧？怎么了？啊？偷2罐奶粉而已，至于判那么重吗？谢晚安，新来的，我找他谈一下。我的新来的房客也叫谢晚安哎。他是检察官？嗯。不是吧？这么巧？哎，不如今天晚上我去你家。可以啊。哎，小心烫啊！哦。如果你妈还在啊，看到你跌成这个样子啊，肯定会骂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啊。如果妈妈还在，知道你变得那么唠叨，肯定受不了你。哼，要是她还能看到我唠叨就好了。你还是搬回家住吧。要是你嫌家里那边的交通不方便，我可以每天载你上下班。爸爸，我是怕你累坏了。难道你要人家说我是不孝女啊？总比你走个天桥也会出意外好吧？
你都说是意外了，真的不用麻烦了，我不想你太辛苦。好了，喝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这位应该是晚安的爸爸吧？你好，我姓吴，名叫仁心。你好，你是？哦，他是我的。我们是同行，经常会在法院遇到的。哦，那好，看来你应该比晚安资深吧？那以后要请你多多指点他了。晚安他做事积极上进，人又聪明，这一点你放心好了。是吗？那很好啊。其实啊，晚安从小就很出色，而且很聪明伶俐。好了，爸爸，哪里有人这样称赞自己的女儿的？你本来就是这么好嘛。等一下，你害我飘飘然，一个不小心又从天桥滚下去了。你就是这么不小心。爸爸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医生也说没什么大碍。时间不早了，快点回家休息。好，那我先回来啊。哎，记得把汤喝完啊。好。伯父，不如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自己有开车。那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知道你说过，我们最好暂时不要见面。不过你现在受了伤，又住了医院，我不可能不闻不问吧？你工作不是很忙的吗？你放心好了，我请了1个月的假。啊，就是这间了。你可不可以专业一点啊？现在是在工作。再说刚才不是在小贩中心吃了吗？买5送1耶，不买白不买。不，你要吃吗？不好吃，就算买1送5我都不要。要吃咖喱泡就要买肥妈记的，不要浪费我的卡路里。OK， 明天我去买。还买？开始录影啦，赶快吧。刚才忘记了。不，可以帮我拿吗？赶快吃吧。是不在家吗？还是故意躲我们啊？没事，那我就按30分钟。对，按到他开门为止。嗨，你好，我们是来找 Mr. Tan 的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是 Skydeck Collection， 是来讨债的。我老公出国了，要过1个月才会回来。哦，是这样，没事，我们改天再来。好的。欢迎。哇，很久没有来你家了，你知道就好。怕撞见你男朋友就不好意思啦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。你不要找借口了，我从来不带男朋友回家，你知道的。我哪里知道，人是会变的。别人可能会变，但我绝对不会。OK。OK。坐吧。你房客还没有回来啊？他可能有晚回的习惯吧。我昨晚睡了，他都还没回来。你打个电话给他。不好吧？我跟他又不是很熟。再说，我从来不过问房客的私事，我不想干涉他们的隐私。女孩子跟女孩子很好说话的，我觉得打个电话又怎么样？如果我房客跑了，你要还一个给我啊？你最近很等钱用啊？这跟钱没有关系。你以为要找一个顺眼还有容易相处的房客这么容易啊？有耐心一点啊。哎，你家有什么东西吃啊？我肚子饿了。应该有饼干或面包吧？你要吃什么？饼干、面包啊，晚餐啊。
哎，你就这样招待你的朋友的啊？那就叫外卖咯，现在外卖这么方便。等外卖来我都饿死了。我看一下你厨房有什么可以煮的啊？我厨房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不要去啊！喂，哇！你这些东西可以煮10个人的晚餐啊！哎，请问呢，你囤积这么多东西是怕什么？怕地震还是怕打仗？我就是喜欢把我的冰箱堆得满满的，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哇！哎，你囤东西可以，可是这东西已经过期几个月了。啊？哇！这过期半年了，小姐。那你就不要碰冰箱里面的东西呀、不然呢、明天的头条新闻就是“正当壮年的律师因误食过期食物而英年早逝”。英年早逝。我肚子饿。柜子里面应该有快熟面，你自己煮啦。不过不准弄脏我的厨房，不然你要留下来帮我清洗啊。你厨房不煮东西的，拿来摆美的。你现在才知道。boss，我们到底在等什么？老鼠，什么老鼠？老鼠总是等到以为没有人出现的时候，才会偷偷跑出来。哦，你是说 Mr. 丹啊？不过他老婆不是说他已经出国了吗？人家说你又相信？我刚才看到他家门口放着2、3双男装鞋子，可能是他儿子的嘞。你不会说是他朋友的？我查过了，他家里只有女儿，没有儿子。boss， 你那么厉害，应该去当 CID 啊。我只是不喜欢念书。要是当年我肯努力的话，现在应该已经是 CID 的头了。不过哦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你现在去读书应该还来得及啊。赌你的头了。老鼠出现了 ，Mr. Tan， 你不是出国吗？哦，飞机出问题飞不了，所以我又回来了。飞不了，那就好。你欠红宝公司的钱，现在应该可以还了吧？下个月我一定还你。下个月，万一下个月你又出国怎么办？Mr. Tan， 这笔账你已经欠了2年多，不如这样吧，一人让一步，你先还这一半的钱，让我回去交差，那我就不会天天来烦着你们，对对方又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给我3天，3天后我找钱还你。3天，好，3天后我再来找你，一言为定。我今天早上去过了案发现场，你去那里做什么？想要看看附近有没有 CCTV， 希望能找到袭击你那个人的样子。你是法官，又不是警察，况且我们都已经报警了，调查的事还是交给警方来处理吧。我今天的身份不是法官，是你的男朋友。你陪了我一整天，应该也累了，早点回家休息。好吧，你也好好休息啊。记得啦，有什么事情记得打电话给我。好。晚安了。晚安。哎，我说，你那个新房客是不是知道我在这里等他，所以他故意不要回来的？谁会那么无聊啊？好累啊，好想睡觉哦。你一整晚在玩手机，你在跟谁聊天啊？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
就说。那个早就分手了，好不好？喂，问你啊，你那个恋爱100天的爱情游戏，还要玩多久啊？我什么时候玩了？我是有付出真感情的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！每一次分手我都会很难过的，不过我只允许自己难过1个晚上。那既然你难过，为什么要分手呢？因为如果不分手，我可能不只难过1个晚上，而是难过一辈子。你这个完全就是假设的嘛，都还没有发生，就好像你吃东西怕被呛到，然后你就不吃东西啊？我有吃啊，只是点到为止。现在的人不都是提倡3分饱的吗？你这什么歪理论？我还少吃多餐呢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恋爱100天就不分青红皂白砍断恋情的游戏，就是在玩火。不然大师，你有其他更好的建议吗？还是你能够打包票，我遇到的下一个男人会跟我至死不渝，白头到老？我不跟你argue，反正我已经讲了，听不听由你。哇，那么晚了，你还要继续等啊？哎，好啦，你就破例一次打电话给晚安了。你早打了。嘘。喂，晚安啊，我是淑莹。是这样的，我今晚多煮了一些 pasta， 想要问你要不要留一些给你啊？不用了，我跌倒受伤，人在医院。你入院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需要留院观察，所以我暂时不会回去了。谢谢你的 pasta。哦，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，拜拜。还好没白等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怎么办？他现在入院了，你要去找他吗？那人家已经在医院了，哪里好意思打扰人家？你知道就好。哦，好。现在连他老婆都找不到，还说3天后还钱，骗人！会不会是出国了？出老千就有，出国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哎，收起来吧，还拍？你以为做人物专访？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安哥，你知不知道 Mr. Tan 他们一家人去了哪里吗？不知道。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是这样的 ，Mr. Tan 他的父亲出了车祸，进了医院。我们尝试联络他，但是又联络不上，该怎么办？你看，那个就是 Mr. Tan 的弟弟。他虽然看起来很正常，但其实他的脑袋有点点……我还以为你会知道他在哪里。那既然你不知道，那就尽人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啊，谢谢你。华仔啊，你回去跟你爸说，要见你大哥，要等下辈子。没办法。哎，啊，我刚刚看到 Mr. Tan 的车停在楼下。真的？谢谢你啊。喂，在这里啊。Boss， 还是你厉害。当然了，要是你比我厉害就完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回家慢慢想吧。Boss， 你要说我偷车啊？会被警察抓的嘞。不是偷车，我是引蛇出洞。你要抓蛇？
不是，我是要让 Mr. Tan 自动现身。哦，boss， 你真的很聪明嘞。不是我聪明，是你太老实了。Mr. Tan， 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好像忘记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兄弟，我不是故意要拖欠这笔账，也不是说空话来骗你们。坦白说，我就是没有钱。你整天躲在家里面，不出去工作找钱，哪有钱啊？钱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你得出去赚啊。我是有苦衷的，别人欠我钱不还，我哪里有钱给你们？有人欠你钱？我是一名装修商，平时就从承包商那里接工程来做，有几组工程已经做好了，可是他的公司就一直找一些借口，一直拖欠我的钱。我没钱给工人，也没钱买材料，我哪里有钱给你们？那他们欠你多少？15万。那么多啊 ，boss， 他也很惨嘞。Mr. Tan， 那你有没有他们欠你的单据？有，这些工程都有合约的。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合约给我看一下？可以。Mr. Tan， 我有个提议，不如你委托我们的公司帮你追回这15万吧，怎么样？Hello， 请问杜老板在吗？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 Skydebt Collection， 合法的追债公司，我们是来追债的。哦，我老板还没回来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。没事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们，等到他回来为止。怎么样？很累啊？累了，想睡。累了当然就要睡啊，不睡的话对身体不好的啊。boss， 你讲真的啊？当然真的了。你不睡啊？你不睡我睡了。请你们不要这样，这里是办公的地方。没办法，等人是很累的，不睡觉能做什么啊？对喽。你们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哎，小姐，我们可是有执照的合法追债公司，你叫警察来也没有用的啊。只要我们没有触动法律，没有破坏东西，没有制造骚乱的话，就算警察来，他也不会抓我们的。不信啊，你可以上网查查看。我看啊，你还是叫你们的杜老板出来吧，再这样下去很难看的。对啊，叫他出来啦！你们的招数我们都见多了。谁叫你们来的？我没欠你们钱，讨什么债？杜老板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是受到我们的委托人 Mr. Dangote 的委托，向你追讨一笔你欠他的款项，总共是新币15万。是他的工程没做好，客户不愿意还我尾数，他还有脸叫你来跟我收钱？哎，老板，你也被人欠钱？没错啊。那好啊，你可以委托我们的公司帮你追回来。哼，就凭你，我看算了吧。不然你就现在还钱，少说废话。你呢？他们再不走的话，就打电话报警，顺便打给 lawyer 告他们骚扰。是的。boss， 现在怎么办？反正这里冷气不冷，然后沙发又不好坐，那我们就走喽。哎呀，晚安了。为什么不找护士帮忙一下？你这样动来动去，万一又跌倒怎么办啊？不会，爸，我不是叫你不用来接我了吗？不来接你，你说爸爸会放心吗？我的朋友会来接我啊。哎呀，大家都忙，不要麻烦人家嘛。你看，到现在你的朋友还没出现呢，都不知道他来不来。幸好爸爸来接你呀。啊，对了，等一下来接你那个人，不会是那天我看到那个男的吧？是他。哦，我总觉得他对你好像特别关心啊。你住院，他来看你，
出院他又来接你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男朋友。哦，看起来他的年龄跟你相差至少10多岁吧？爸爸，年龄不是问题，他对我很好，一直都很照顾我。他这个年龄还没结婚吗？他已经办了离婚手续，还有1个多月就生效了。晚安了。爸爸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年代，离婚已经是一件很普遍的事了。你还年轻啊，为什么不多交几个其他的朋友？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人身上，你还有很多选择啊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。都等那么久了，他还不来，你干脆打电话给他，叫他不用来了，爸爸送你回去算了。爸爸，他刚刚发简讯过来，说他已经在路上了，不如你先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晚安了。不是爸爸对他有偏见，没有时间观念的人靠不住啊。不会，他平时都很准时的，可能是有事情耽误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，不好意思，来的路上堵车堵得很严重。有心要来可以早一点出门，迟到就算了，连一束花也没有。我走了。爸爸，我今晚回家陪你吃饭。你行动不方便，还是我去找你吧。不会，我已经好很多了，就这么说定。哦，那好吧。Uncle， 慢走啊。不要叫我昂哥，我的年龄也没大你多少。先别下车，在车上等我。来，把脚给伸出来。这是什么？太空鞋，帮你穿。小心啊！ Hello， 秘书小姐，我们又来了，吃了没有啊？又是你们，我老板不在，你们走吧。我知道你老板不在，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哎，肚子啊，吃东西先。哎，你们不可以在这里吃东西。哎呀，你不用管我们的，你去忙你的哈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买到你的份，下次一定请你吃啊。哎呀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杜老板，等你很久了，告诉你。 这个炒粿条超级无敌好吃，要不要？我分一半给你。你们实在太过分了，竟然在这里吃吃喝喝。不在这里，难道在你的 office 啊？对啊，老板，我们受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也想好好的在餐馆吃一顿饭，对不对？但是债还是要讨啊，赶时间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马上给我走！可以，我们吃完马上走。哎，把其他东西刚刚拿出来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怎么那么臭？哦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大有来头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全新加坡唯一一间最香的臭豆腐。拿开，那么臭！
拿开，拿开，拿开！哎呦，仔细看嘛，来，来，吃臭豆腐，来。杜老板，你们这里，不好意思，你呢？赶快请何老板进会议室，我马上就到。何老板这边请。你们马上把东西收拾好，我开支票给你们。好，老板，谢谢你啊，生意兴隆啊。根据资料，离婚是由男方提出的。是。请问女方同意离婚吗？我的当事人已经同意离婚，不过条件是对方必须让出女儿的抚养权。凭什么要我让啊？哎，你还有脸来跟我争抚养权呢？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根据我当事人提供的资料，杨女士曾经当过伴游女郎，我的当事人因此认为杨女士不适合当孩子的妈妈。那是婚前的事，好不好？并不表示你就没做过啊。请两位克制一下，恶言相向，于事无补。杨女士教女儿买名牌、化妆，还帮她接 case， 允许她旷课当模特儿。我的当事人觉得杨女士的行为严重影响孩子的学业以及身心健康。可是这些年来，我的当事人跟孩子相处融洽，孩子身心健康成长，学业成绩优良。由此可见，适不适合当一个妈妈与职业无关，更何况那已经是9年前的事。这点我完全同意。问题是，杨女士在和我的当事人步入婚姻之前，隐瞒这段经历，这对我的当事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造成巨大的伤害。他欺骗了我。如果我知道他曾经当过伴游女郎，我才不会娶她。那是我年轻不懂事，这些年来，都是我一直在家相夫教女，陪着孩子成长。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认同在一段婚姻关系里，确实需要真诚和信任。只是我们今天应该 focus 在谁比较适合拥有孩子的抚养权。没错，根据学校的记录，上个学期孩子曾经旷课3天，请病假5天，而且学业成绩明显退步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杨女士在她所谓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，不但没有估计孩子的学业，还灌输错误的价值观。你们知道什么？这是我女儿的兴趣，我在栽培她。栽培她的虚荣心啊，让她长大后跟你一样去陪男人啊！我真的没有看过那么 cheap 的女人啊！你平时一点都不关心女儿，都是我在照顾她。你告诉我，去年她住院的时候，你人在哪里？就因为我做过伴游女郎，你就说到我一文不值？难道这些年来我的付出你没看到吗？想要跟我争女儿，说什么我都不会给你的。那好啊，你要孩子是吗？我可以给你，不过公司股份全部归我。反正这些年都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公司啊，以后你就可以一心一意照顾孩子啊。你可不可以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想要公司的股份，还是孩子的抚养权？你说呢？你应该老实跟我说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这么说，很有可能会失去孩子的抚养权？他不是很想要孩子吗？既然这样，我就成全他了。你根本就是想把我踢出公司，才搞那么多的吧？哎，大家各取所需不是好咯？天下太平啊！公司是我辛辛苦苦创立的，你哪里可以拿女儿来做交换条件？公司是你创立的没错，不过要不是我接手管理，投入资金、时间跟精力，公司早就倒闭了。是不会给你得逞的，女儿、公司股份，我一定跟你争到底。我们刚装的冷气是可以用 App 来调控的。看啊，你按这里，它就变比较热；按这里，它就变比较冷。我试试看啊。好。哎，现在风比较冷了哈。对啊。很容易用哈。都跟你说了。哎，还有啊，我想上传一些照片给你，可是搞了老半天就是传不出去，为什么哈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哦，你的手机容量满了，
我帮你删除照片就行了。啊，全部删掉啊！手机里面只有我们的合照，那我要看不是看不到了。不会，我帮你存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你还是可以看到的。哎，还在。那更好，只要我想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就可以了。你有这么想我吗？好了，我去切一点水果给你吃，算作是奖赏你。谢谢爸爸。好。我们跟你有仇啊！来，小心。谢谢。你明天回去上班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能应付。哎，对了，我买了一些新鲜食材，都在冰箱里，你可以随时煮来吃，不要跟我客气哦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不好意思，那就顺便煮多一份给我喽。好，没问题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不打扰你啦，晚安。晚安。对了，我的房东的人不错，所以啊，哇，很香哎！我只是开玩笑而已，没想到真的有早餐吃啊！快吃吧。嗯。啊，已经很久没有人做早餐给我吃了，最后一次应该是中学的时候吧。你的父母呢？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加拿大，各自有自己的家庭，我也不知道跟谁。不好意思。不用不好意思，已经过了很久了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我吃了。嗯。司机已经到了，不过你可以慢慢来。交给我。其实你不用特地过来接我，我这里去公司很方便。你的脚受了伤啊，其实不应该走动那么多的。我还是认为啊，应该多休息几天才对。我不能再休息了，有太多文件等着我看。对了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推我下天桥的人不是你太太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昨天在我爸的手机里发现一张截图，他刚好拍到出现在我后面的男人。你爸为什么会拍到那张照片呢？当时我跟我爸在视频通话，是他不小心拍到的。他是我处理过其中一个 case 被告的家人。那就要赶紧报警了，让警方来处理这些。上车吧。嗨，这么巧，要我帮忙吗？怎么帮？把楼梯给拆了。给你3种选择：烤米式、背包式、举重式。我选第4，乌龟式。我自己慢慢走。你把自己当乌龟啊？我帮你选吧。烤米式，来。你干什么？哎，来！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你在干什么？我说放我下来！我警告你，你再不放我下来的话，我一定会……不用谢，拜拜。
一次见面就迟到，这么大牌。嗨，小姐，你是走错地方，还是故意来跟我道谢的呀？不要告诉我，你就是我今天要约见的那位检察官啊！你就是张天亮律师？你不是装修工人吗？哦，我平时喜欢做点兼职，我喜欢尝试不同领域的工作。你好，谢晚安检察官，我是潘建华的代表律师张天亮。早知道你是谢晚安检察官，刚才就直接把你扛进来，就不用等那么久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这么做，我是可以告你非礼的。我在帮你。我姑且相信，希望下不为例。多谢你开恩了。你脚怎么了？小意外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我的当事人只是偷了2罐奶粉，2罐奶粉，不是白粉啊！你们需要控他那么重的罪吗？他有前科。对，但他是第一次偷东西，而且是为生活所逼的。你们能不能够酌情处理，不要提控他？不能，他曾经当过大龙的跑腿，被抓。现在又偷东西，很显然他不知悔改。你还想帮他求开脱？他家里有3个孩子，他老婆现在还怀孕。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就算他不吃，他的孩子也要吃吧。如果他去坐牢，他家人怎么办？他的孩子吃什么？他老婆怎么办？这些都不是理由。如果每一个人因为生活所逼去偷东西，那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哇，你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？你可以在庭上向法官为他求情，但我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不再去偷东西，保障人民权益。网开一面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我觉得现在唯一能够帮到他家人的就是福利团体，这一点我可以帮忙安排。你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破坏人家好好的一个家庭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做无谓的人身攻击？我人身攻击？我说错什么？你分明就是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。请你收回这句话，不要随便羞辱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法庭上见。真的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帮你吧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碰我，我真的会告你的。不屑陌生人的眼神，给我关怀的施舍，我却依然任性走着，做个没有伞的人。如果雨是越来越危险，我们从此就走散了，你会不会有点舍不得？还是你觉得自由了？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？太想念你变得陌生的脸孔，眼睁睁看风雨让你我
都是痛。